冇撞到我啊！試完3月嚟 M 嘅時候，斷斷續續流咗超多血，去到第3個星期都冇好轉，終於去咗 GP。一開始 GP 淨係俾咗止血藥我，都俾咗一封轉介信。如果我再頂唔順呢，就好入急症室啦。當日仲安排咗我去醫院做一個驗血，嗰陣時就覺得既然都嚟咗醫院，不如都去急症室睇一下醫生。點不知醫生話一個成年女人嘅血色素正常係12左右，而我當時係得3，所以係非常之危險。然後醫生就話要準備幫我輸血，你今晚係唔走得噶啦。我心諗下，搞到咁大，由我4點零鐘去到 blood test 嗰度做驗血，再入到急症室，再上到去病房，只係2-3個鐘頭嘅事。唔知係咪因為我情況都真係幾危急，所以呢，我覺得都幾快。然後就成晚通宵不停咁樣輸血。咦，我更正翻，係不停輸血抽血。其實都係我自己唔好，因為一路以嚟，如果我有啲咩小病，我都係比較抗拒食藥，覺得瞓下覺就會好翻。今次亦都係一樣，諗住流完血自己就會慢慢好翻。然後我當時都有問醫生同埋啲姑娘，其實究竟如果我唔入醫院，我繼續喺屋企休息瞓覺，啲血色素會唔會自己升翻上嚟？然後姑娘就話已經太遲啦。已經太遲啦！你跌到去3，其實都係非常之危險，你可能係會死嘅。輸完第3包血嘅時候，醫生話好希望我可以靠自己將啲血壓啊、血色素嗰啲升翻上去，但係我真係好唔爭氣，結果又要輸第4包血。但係輸第4包血之前，好唔好彩，唔知點解又發燒。其實我懷疑係因為間房西斜晒得滯，結果又要等下一日先可以繼續輸血。其實當時我都喺度諗，究竟1包血係幾多錢？我咁樣輸血法會唔會係用咗好多錢嘅呢？然後我又喺度諗，究竟我呢啲新移民用咗你哋醫院咁多血，你哋會唔會好憎我嘅呢？但係護士哥哥姐姐全部都勁好人。至於血色素太低會點呢？就係心跳快、頭暈、氣喘、面色蒼白同埋極度疲倦。我完全就係中晒。我就費事講得太白啦。總之呢幾日就係不停輸血抽血，食停血藥、食退燒藥、排血藥、食補鐵丸，每日3餐。但係因為有2日要去第2個部門做檢查，所以需要空肚唔食得。同埋而且我覺得醫院嘅食物都唔係太差，可能過去幾個星期胃口都唔係太好。到身體有啲好轉嘅時候，都有叫阿湯去買啲泰國外賣俾我食。第5日終於可以出院。返到屋企過咗幾日之後，阿湯幫我安排咗去私家醫院做一個詳細嘅檢查。但係點不知未去到預約嗰一日，已經收到 NHS 嘅信，安排咗我又再去醫院做一個詳細嘅子宮檢查。其實對於 NHS 嘅安排，我哋都覺得好滿意噶啦。今次呢一個小分享，純粹係因為喺 Threads 嗰度見到一啲香港人對 NHS 嘅投訴，所以我都想分享一下我啱啱入院嘅呢一次經歷。去到最後，終於知道身體冇乜大礙，我都好多謝喺網上邊有留言俾我嘅朋友仔。入咗醫院幾日，我即刻覺得人原來真係非常之脆弱，所以趁行得走得，要去多啲地方玩，同埋大家好好保重身體。因為突然間停工幾日，所有工作都停晒，但因為之前接咗個合作計劃，所有嘢都變得好緊急。我一出院就趕住翻屋企做嘢，唔知係咪用力過度，竟然又出血，又入咗醫院一趟。我頂，然後又要抽血。啲姑娘見到我都覺得好可憐。又有啲病房嘅姑娘問：點解你走咗又翻嚟？如果我平時講嘢嘅音量係10，入院之前我諗剩翻2左右，行2步都喘氣，手腳又冇力，但係每日仲要揸車接送翻學放學，諗翻起都好危險。如果湯想喺呢個時候報仇，咁就啱晒啦。我簡直就係死亡嘅邊緣度徘徊。我死都唔相信事態嚴重，事後又同護士嘅朋友仔講起，我終於都接受現實，亦都提提大家有病就好去睇醫生啦。Boston 位於英格蘭中部嘅 Derbyshire 係一個著名嘅溫泉小鎮，坐落喺 Peak District 嘅國家公園裏邊。佢以天然嘅溫泉水、優雅嘅建築而出名，被譽為英國最優雅嘅溫泉城市之一。呢度曾經吸引咗好多維多利亞時期嘅貴族同埋名流嚟呢度療養，曾經做過大規模嘅修復工程，2020年先至重新開啟。
一個天然嘅溫泉水泉源已經有超過2000年嘅歷史。而家喺超市買到嘅 Boston Water 礦泉水源頭就喺呢一度。都係水咯，但係唔係 tap water 嚟嘅，唔係 tap water 嚟嘅。冇味，佢哋啲西瓜味咁嘅。水。亂入嘅一間鋪，主要食 pizza， 又靚仔，都幾好食。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嘅溫泉浴場，1980年先至改建成為而家嘅購物一期，裏邊保留咗原本浴池嘅部分，同埋維多利亞時代嘅磚，有一啲獨立嘅小店、gift shop， 同埋有少少賣食物嘅店鋪。就算唔買嘢，都要入嚟兜一個圈。仲有呢個最出名嘅拱形彩繪玻璃天幕，被稱為英國最大嘅彩繪玻璃作品之一。哇！呢間鋪頭超好行，好行到我都唔記得拍片。同 Bath 一樣係因為溫泉水而出名，但係 Bath 就係精緻嘅旅遊城市，超多遊客，建築物比較震撼，勁多觀光熱點。而呢一度就比較安靜療癒系嘅小鎮，人少啲，節奏慢啲，啱晒我呢啲啱啱好返，身體仲有啲虧嘅病人。呢一日都係隨便冇行程冇規劃嘅一日遊，行下行下嚟到呢一度，哇，勁靚，有幾棵啱啱開嘅櫻花樹，打卡一流。